南极洲被誉为世界的尽头。南极洲面积为1400万平方千米，相当于地球陆地面积的1/10。南极洲最早是冈瓦纳大陆的一部分，虽然同样位于高纬度地区，但当时的南极远没有今天这般寒冷，蕨类、苏铁等植物生长茂盛。当时的南极与欧亚大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1亿多年前，冈瓦纳古陆开始分裂，非洲、澳大利亚、印度等板块纷纷向北漂移，只有南极陆块孤零零地留在极地。当时间到了3400万年前，南美洲与南极陆块的最后连接也被板块运动无情切断，海水喷涌而入，形成了宽达900千米的德雷克海峡。于是，一个四面环海、孤立于其他大陆的南极洲诞生了。南极与其他大陆的分离，极大加强了西风带的风势。它自西向东环绕南极一周，因没有山岳的阻隔，西风带的风力时常高达7级以上，强风吹动海面，形成海浪，海浪又带动深层海水，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洋流系统，其流量超过全球所有河流总径流量的100倍。西风带与洋流形成的屏障将整个南极包裹起来，因内外热量交换受阻，南极大陆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由于南极洲没有原住民，很可能是来自南极洲附近地区的人们最先到达了南极。火地岛的奥什人称其为冰原之国，而一位名叫乌伊特朗吉奥拉的毛利酋长，据说在公元650年探索了南极。然而，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存在过的痕迹。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菲洛劳斯认为，地球是一个对称的球体，必然在赤道两侧各有一个平衡点，称为枢轴。南极洲一词就源于希腊语，意为北极的对面。尽管早在公元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就确信南极洲的存在，甚至声称南极与其他大陆相连，但到15世纪，达伽马绕过非洲南部好望角后，大陆延伸至南半球最高纬度的假说才被推翻。最早有记录的南极探险始于16世纪。当麦哲伦于1520年航行于美洲大陆南部时，他发现了一条难以穿越的海峡，海峡对面是一层厚厚的积雪，气候非常寒冷。因此，地理学家提出假说，认为存在一块大陆，它从火地岛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在当时的星盘图上，这块大陆被命名为南方大陆。古典学者认为，南方大陆是平衡北半球已知陆地的必要条件。在这一时期，欧洲的地理学家们在地图上将火地群岛和新几内亚海岸连在了一起，并在南大西洋、南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广阔空间内发挥想象力，勾勒出了未知南方大陆的轮廓。寻找南方大陆成为16世纪和17世纪初西方探险家们的主要目标。1773年，著名的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驾船驶进南极圈，在随后2年的航行中，他与南极大陆海岸最近距离仅有240公里，因坚冰所阻，他不得不选择返航。库克的航行揭示了南极圈附近的生物资源，由此引发了欧美狩猎者前往南极海域捕猎海豹和鲸鱼的热潮。南极大陆也在这一次次无关科学的活动中，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海豹猎人是最早接近南极大陆的人群之一。南极地区已知最古老的人类遗骸是一具头骨，年代可追溯至1819年至1825年。这名女子很可能是海豹狩猎探险队的成员。1819年2月19日，英国远洋航行船长威廉·史密斯向世人揭示了这片南部大陆的存在。当天，他报告说看到了南纬62度以南的陆地。1819年10月15日，他将经过的一串岛屿命名为南设得兰群岛，并在2天后以英国国王乔治3世的名义宣布占领所发现的地区。就在这次航行中，他看见了西班牙军舰圣特尔莫号的残骸。美国海豹猎人纳萨尼尔·帕尔默的捕猎船当时就在附近海域，在快要抵达南极大陆的时候，帕尔默的船驶进了一片浓雾。他以汽笛的回声来判断船与陆地的距离。当他拉响汽笛的时候，他的船刚好在浓雾中航行到2艘沙俄军舰之间。这2艘军舰在此次探险中发现了2座新的岛屿。帕尔默的探险在一场俄式宴会中结束了，发现南极洲这一荣誉的归属，却也因此成为悬案。事后，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学者各执一词，都认为南极洲的发现应该归功于本国先人。
首次确认登陆南极大陆的事件发生在1895年，当时挪威、瑞典捕鲸船南极号抵达阿戴尔角。在当年召开的第6届国际地理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邀请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组织探险队前往南极。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南极探险的英雄时代。1911年至1912年间，挪威人阿蒙森与英国人斯科特探索南极点的竞争，正是英雄时代最绚烂的一章。斯科特曾在1902年尝试到达南极，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探险队被迫折返。在获得英国海军部的2万英镑捐款后，他重新开启了探索南极的旅程。与此同时，阿蒙森听说已经有探险家成功到达北极后，他便改变了航行的方向。由于选择在鲸鱼湾登陆，使他比选择于麦克默多海峡登陆的斯科特多出60英里的优势。1911年12月14日下午3点左右，阿蒙森比斯科特团队提前33天到达南极点。他们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极地交通工具的比拼。阿蒙森的团队只通过滑雪和狗拉雪橇行进，斯科特则将雪橇狗、矮种马和当时刚刚出现的机动雪橇混编。然而，矮种马不能适应南极的环境，与雪橇狗也难以合作。机械雪橇这种当时还并不完善的高科技装备，在严酷的环境中败下阵来。面对回程路途曲折与尊严受创，坚韧的斯科特因饥饿和极度寒冷而渐变虚弱。后来，人们在他搭建的帐篷中发现了他和他2位队友的尸体。尽管狗拉雪橇在与现代机械的初期竞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到20世纪上半叶，硬式飞艇和飞机使人们可以从其他大陆直飞南极点。在地面上，形形色色的雪地履带式车辆和轮式雪地卡车成了南极探险交通工具的主流。虽然人类发现南极大陆的时候已经是19世纪，但此时国际社会对领土的思维方式仍然有15世纪的遗风。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各国探险家相继发现了南极大陆的不同区域。于是，英国、新西兰、阿根廷等9个国家先后对南极洲的部分地区提出主权要求，使这块冰封万年的平静大地笼罩上国际纠纷的阴影。与这些瓜分南极洲的暗流相对应的是，从1958年6月起，阿根廷、澳大利亚、苏联等12国代表经过60多次会议，在1959年12月1日签署了南极条约。这份国际公约的第1句话便规定南极洲应仅用于和平目的。于是，各国对南极洲的主权要求都被冻结。到了80年代末，为了引起全世界对即将到期的南极条约重要性的关注，横贯南极洲国际探险队实现首次在狗拉雪橇的帮助下穿越整个南极大陆。得益于探险队所获得的国际关注，南极大陆至少在2041年马德里议定书签署后，仍将保持科学与和平的氛围。目前有7个国家声称对南极洲部分地区拥有主权。虽然其中一些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主张，但这些主张的有效性并未得到普遍认可。自1957年以来，游客开始访问南极洲，一些自然保护组织对游客涌入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南极条约缔约国的主要应对措施是制定指导方针，设定登陆限制，并在较长访问的地点设立封闭区。尽管南极洲与世隔绝，但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下，南极洲近几十年来一直在变暖，冰盖不断融化。南极洲周围南大洋的变暖导致冰架软化或崩塌。到本世纪末，南极洲的净冰量损失预计将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11厘米。目前，科学家认为南极洲融化的影响将更大，并且在更高的气候变暖情景下，可能会导致21世纪的整体海平面上升翻一番，达到2米或更高。一项研究表明，在最坏的气候变化情景下，到2050年，环流强度将减半，这可能会导致一些海洋生态系统的潜在崩溃。一些研究表明，如果气温上升3摄氏度，南极物种多样性将下降近17%，适宜气候的区域将缩小50%。